后面有哪个出口进行帮拦截。收到。偷偷露面，请求增援。师傅，都别上来！ 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，罗刹必然存在。年轻人，生命来之不易。师傅，是您吗？ 不要相信走了，就站那儿，让我把话说完吧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其实从你来到江海，我就想到了会有这么一天。我只是希望你能慢一点，再慢一点，站在我的面前。师傅，你一定有很多问题想问我吧，师傅？别叫我师傅，我不配再做你的师傅了。师傅，您为什么要帮王天元？10年前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认识了王天元。 哎，那是谁啊？嗨，一个搞外贸进出口的小老板，有俩糟钱儿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当时的王天元刚开始走私，急于结识当警察的做朋友。当他知道乐乐的病以后，我的朋友有合适的心脏捐献者的消息，有需要，您说话。我心动了。我利用职务之便，帮他做了一些小事，也用了他给的钱，改善了乐乐的治疗条件。就这样半推半就的，当起了他在警方的眼线。有一天我值班，偶然接到一个年轻记者打来的电话，他说他在暗访一起大案时，需要警方的帮助。联系了几次，我发现这个案子
与王天元有关，我就告诉了他，说他被记者盯上了。视频中，洛尘说他报了警，是他打给您的，是您杀了洛尘。我赶到现场的时候，洛尘因为失血过多已经死亡了。我和王天元一起把他的尸体扔进了大海。后来的事，你都知道。可卷宗里没有您的名字啊！洛尘的死警醒了我，我不想再帮王天元了。我就以乐乐的病为由，调回了江台，把案子交给了负责。后面的失踪案、走私案，都和我没关联。王天元没办法，只能逼王念军自投罗网，栽赃了洛尘10年了。我一直尽量摆脱他的纠缠，可是银子月的事，王天元又找到了您。准确来说，是孙兴暗示。佛陀，好久不见了。有个小事儿，想拜托你。和你说过，江海的事我不太好办。这回是江台的事儿，我丢了点小东西，应该落在一个叫尹子月的小姑娘手里了。我这边有人去处理了，你还是老规矩，帮忙善后一下。我知道，连我自己都感到羞愧。后来他跟我说，已经找到了乐乐的西园。我没办法，乐乐呀，我怎么能不让乐乐活下去呢？我故意向媒体走漏了风声，想自领责罚，一退了之。没想到又连累了你，还来纠缠尹子月的事儿，我实在受不了了。所以您故意装成中风，来摆脱他。直到乐乐的病情恶化，他突然告诉我，西园一直就在乐乐的身边。乐乐的心是银子封的。那乐乐的手术都成功了，您为什么还要站出来帮他杀人？我有必须站出来的理由，我也有必须要保护的东西啊！什么意思啊，师傅？我听不懂。我可以帮您啊，你帮不了我。只要您站出来指证王天元，咱们就还有退路。我不想干了一辈子的警察，最终被自己亲手教出来的徒弟逮捕。你就给我这张老脸，有点面子。
师傅，你要是走了，乐乐、笑笑和师娘，他们怎么办？师傅，我没看错人，以后就靠你帮我照顾他们。我走了，他们应该感到不会那么耻辱吧？快去救负责！他们押到了老码头3号货仓，罗刹在那儿看守他。沫儿，你要走的路还很长，师傅只能陪你到这儿。你要是能来得慢点儿，师傅，再慢点儿。师傅，该多好啊！师傅，师傅，梁队，来人啊！快来，快叫医生！把这纸擦开。看看，让一下，不要拥挤，让一下，快！不要违规，不要违规，谢谢。怎么样，医生？留后一点。哇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怎么样？快去救副队！老码头3号仓库，罗刹在。快去救副队！老码头3号仓库，罗刹在。罗刹是谁？头儿，我在路上，马上就到了。别来这儿！副队被一个杀手控制在老码头3号货仓。什么情况？听说莫哥在医院抓到一个警队内鬼，笑笑，怎么了？是不是副队被劫持的事儿？喂，梁笑吗？是我。前来法医室一趟，有些遗体辨认工作需要你配合。配合工作？什么工作？什么遗体啊？是梁建业的。你们搞错了吧？我爸在医院陪床呢，他怎么可能？莫哥，你不是抓内鬼了吗？我爸呢？我爸怎么了？莫哥，你说话呀！石头，你说，我们梁队就是那个内鬼，为了帮乐乐换心。你说什么呢？你再给我说一遍！你胡说什么呢你？
莫哥，怎么回事啊？你不是去抓内鬼了吗？我爸呢？我爸他怎么了？骗我的是不是？莫哥，我爸怎么可能是内鬼呢？莫哥，你们是不是跟我开玩笑呢？我爸怎么可能是内鬼？你们是不是骗我？是不是骗我？莫哥，你说话呀！莫哥，你说话！石头，你告诉我爸他不是内鬼，是吧？你们都不说话是吧？好，我自己去查清楚，我自己去。陈默，夏夏，夏夏。鞋带开了。谁？出来！别动！警察，把刀放下！把枪放下！我说把刀放下！再说一遍，把枪放下！3、2。退了，冷静点，你逃不掉的，把刀放下。别动！老实待着，救护车马上就到。副队，你没事吧？叶彪怎么样？叶彪没事，陈默把人抓走了。啊？什么？哎，慢点。嗯？副队，没事吧，副队？老板，江海医院死人了。是严彪吗？应该不是。失手了。帮我联系孟律师。
是。笔录都做完了。王天元来警队了。哎，莫，副队，我没事儿。我去审王天元。他这个时候来没好事儿，不理他，跟我来。陈默，你这时候去，你师傅就白死了。不用。来，坐，坐下吧。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？你给我发的那条视频，让我串联起10年前的一起走私案。这个案子原来有老梁在跟，但在王念军案发前，他放弃了晋升，离开了江海。当时我感觉很疑虑，于是我就打电话问过他：“老梁，儿子怎么样啊？还好吧？有事吗？”啊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你还记得有天咱俩值班，有个年轻的记者打电话，当时是你接的，后来他联系过你吗？没有啊。怎么？出了什么事吗？啊，以走私案主犯供述说，有个记者曾经敲诈了他一大笔，现在人找不着了。这个人叫洛尘。会不会拿钱跑了呀？应该是吧。哦，没事儿，我就突然想起来了，打电话问问。哎，作为一名刑警，不可能忘记自己侦办过的案件，这是职业本能。他的态度让我感觉很奇怪，但我还是相信了他。看了你给我发的视频以后，我就知道了有人在翻这个事儿，于是我就开始重新调查，跟踪他。他必须死，做不到。我们是朋友，所以我查洛尘案，一直有您的踪迹。我在他的身上有点太感情用事了，总是期望着他能悬崖勒马。在他对严彪动手之前，我本想阻止他的。站住！警察！
良，没想到你还是走出这一步了，我太信任你了。别杀他，他是支队长，留着一定有用。老码头3号仓库等我，我处理完也不要就来找你。要是能早点抓住他，至少他不会死。陈默，特批你明天休假1周。我要是王天元，还轮不到你。孩子，回去休息吧。王总，请放心，一切尽在掌握中。警察同志，我要举报一起谋杀案。报什么案？自首吗？这位警官，请注意你的说话态度。身为警察，你不能污蔑任何一名公民。我有证据。我的当事人因为掌握了于凤琴的犯罪证据，因此遭到警察梁建业的威胁。我的当事人秉着遵纪守法公民的态度，决定实名举报梁建业的妻子于凤琴杀人。是的。请警方立案处理，并对我的当事人实施保护。你，石头，我们人民警察有自己的办案程序，用你来教吗？石头，带当事人去做笔录。记住，我们一定还会在这儿见面的。全力调查王天元，找到证据，打掉这个嚣张的涉黑团伙。你好，全力追查代号为罗刹的杀手，务必归案。你看看有没有见过这个人？请问你们见过这个人吗？没有。你好，我们是警察，请问最近有没有可疑的人在这里出入？要依法依据，把于凤琴的事情调查清楚。行动。笑笑，于凤琴，现在有证据显示，您与一起谋杀案有关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你干什么？你在逗我吗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笑笑，请配合我你们工作，你别激动。干什么？你放开我们！笑笑，你冷静点。走。由于你是犯罪嫌疑人的家属，需要避嫌。上车。走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抓我妈？她只是个家庭主妇，什么杀人案？你给我说清楚，说清楚啊，石志勇！王天元拿出了几张照片，先是殷子峰死亡前夜，阿姨进入他的病房，氧气面罩上有阿姨的指纹。什么殷子峰啊？什么杀人案？妈，
你说话了吗？你说话呀！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，我只是看到。对不起。我会照顾好阿姨的。妈，你别走！笑笑，你冷静点。笑笑，你冷静点。笑笑，对不起，是我没有。我们一起陪陪师父。你走吧，我要去找我弟弟，我要和弟弟一起陪爸爸，陪爸爸，陪爸爸。这真相对他打击未免也太大了。出什么事了？死了。谁死了？陈默没事吧？放心，他人没事。警察，都别动！孩子，别冲动啊，放下刀。没人接。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他心里肯定也不好受，先别打扰他了。嗯。警察还没到吗？不是，王天元自己去警队了。王天元自己去警队了？肯定不是去自首的。我们就这么傻等着吗？现在局势不明，陈默又联系不上，咱们别给警方添麻烦了。等合适的时机。我出去一下。我进去的时候，他的面罩已经被拿开了。可惜，尹子峰那一层的监控坏了。您说的那2个人，我一定会去调查。
但是，在真相调查出来之前，按照程序，您得在看守所。陈默，陈默，陈默，陈默。姐，爸和妈呢？爸爸妈妈有点事情要忙，所以他们得回家几天。姐姐照顾你，好不好？嗯。以后我就能自己照顾自己了。嗯。只要你好好的，什么都好。姐，你别担心，我感觉这颗心特别有力。怎么样？没事吧？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别跟着我。婉儿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一名刑警了。师傅送你一句话：当我们刑警的，千万不能犯错。我们每犯一个错，都会影响到一条性命。所以，当你越接近真相，就越要停下来思考。
花儿，今天师傅再教你个道理：我们本身犯错，不要找客观理由，要先认错。拒绝认错是一种拒绝接受帮助的姿态。你看这个手，还是不太听使唤。没事，师傅，不是还有我的吗？好多话都没来得及讲，我可以帮您啊！你要走的路还很长，师傅只能陪你到这儿。师傅，师傅，这一次真的感到了心伤，假装一切还和从前一样。故事被人遗忘，故人天各一方，只剩下我还在这寂静的路上。进来吧。你还好吗？对不起。没事的，我也没有等很久，我只是很担心你。不是这个。啊？我替我师父道歉。他临走的时候告诉我，乐乐的心是殷子峰的。你弟弟已经走了。小峰的心还跳着，真好。我弟弟的心还跳着。那天方便的时候，我能去看看乐乐吗？我想我弟弟了，我想再去听听他的心跳。小的时候家里穷，别人家的小孩都有糖吃，我就偷偷去捡罐子，换了钱给小峰买糖吃。他每次都是一边含着糖，一边笑着和我说：“姐姐真甜啊。”16岁的时候，我辍学了。我满世界打工，努力挣钱供他上大学。本以为他进了一家这么大的企业，我们总算熬出头了。没想到，
你师父对你来说一定很重要吧？如果没有我师父，如果没有他，我现在可能就是个小混混吧。你服不服？服不服？服不服？打了！出来！兄弟，要我说就这样吧，我再给你一拳，你倒下去别起来，认个输，叫声大哥。以后我让兄弟们也绕着你走，行吗？还敢瞪我，小崽子，给我起来！继续，打了！服不服？服不服？怎么？好。警察！孩子，别冲动啊！师父对我来说，就像一道光一样。以前我太矫情，说不出这种话来。可现在，再也没机会了。我们总要努力活下去的。我跟我师父还有很多很糗的事。晚上这酒你要不去，那就太难了，是不是？哎，美女警官，稀客呀！哎，你找谁呀？找我吗？哎，这不是你跟我说，见网友要预约，你可以跟我说嘛，你不能硬闯。让开！我已习惯了挣扎，习惯了落空，习惯他们说我卑微的梦。不是活着每个人都会被歌颂，不是每道疤痕都愿意被触碰。迎着风往条通，我的命运没人能掌控。夜已浓，愿化孤鸿，义无反顾，问西东。泪水已干涸，使命在召唤，燃起胸中那团火焰，沿着你的方向，就能够穿越黑
就算全世界都在阻挡，也要证明信仰。如果这是场欺骗，你习惯了伪装，善恶之间变得心无处安放。如果这是场等待，为了明天的较量，依然紧握希望，义无反顾前往，迎着风忘掉痛。我的命运没人能掌控，夜已浓，愿化孤鸿，义无反顾问西东。泪水已干涸，使命在召唤，燃起胸中那团火焰，沿着你的方向就能够穿越黑暗。就算全世界都在阻挡，也要证明泪水已干涸，使命在召唤，燃起胸中那团火焰，沿着你的方向就能够穿越黑暗。就算全世界都在阻挡，也要证明